镜中的警告。故事发生在一所国中，男主角小伟是一名性格内向、安静的学生。因为不太擅长社交，他常常独来独往，并且成为了学校恶霸们的目标。恶霸们经常取笑他的沉默寡言，甚至在下课时故意在他面前起哄，恶意嘲讽。有时他们会拽走他的书包，有时会故意撞他一下。小伟无处可逃，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些无休止的欺凌。一天，事情变得更加严重。当恶霸们在楼梯间欺负小伟时，领头的阿豪故意在背后推了他一把，力道过大，小伟失去了平衡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最终重重摔在了地板上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恶霸们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害怕遭到惩罚，他们匆匆离开现场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没过几天，小伟因重伤住院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校，所有人都在议论，但没有人敢指出凶手。阿豪和他的同伙们也因此变得异常沉默，但内心的罪疚感和恐惧让他们倍感压抑。从那天起，楼梯间的大镜子变得异常起来。据说在每天傍晚，接近当时小伟受伤的时段，镜子里会映出小伟的身影。起初，经过的学生只以为自己看错了，但随着更多人目睹这个现象，恐怖的传闻开始蔓延。一天傍晚，阿豪和他的同伙们在放学后悄悄经过那条楼梯，准备偷偷溜出校门。当他们经过那面全身镜时，突然发现镜子里不仅映出他们自己的影像，还出现了小伟站在他们背后的模样。他的身体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像是在诉说着无声的痛苦。你们看到了吗？阿豪的声音颤抖不已，但当他回头看时，楼梯间空无一人。惊恐的他们再也不敢轻视这件事。然而，这仅仅是报应的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阿豪和他的同伴接连遭遇怪事，有时在梦里看见小伟痛苦的眼神，有时放学后会听到楼梯间传来脚步声和低声的呢喃，仿佛小伟的灵魂一直在他们周围徘徊，无法释怀。这些现象让他们越发害怕，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小伟所犯下的错。他们的心中渐渐生出了懊悔和愧疚。最终，在一次集体反思课上，阿豪鼓起勇气站起来，向全校同学承认了自己对小伟的欺凌行为。当他在众人面前流下悔恨的泪水时，他感到心中的罪疚似乎减轻了一些。小伟最终从受伤中康复，转学到了另一所学校。但楼梯间的镜子仍然静静矗立，提醒着每一个经过的学生，尊重彼此的不同，永远不要将欺负当作有趣的游戏。镜中的身影已经消失，但他留下的警告却永远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